近日，我东风新型弹道导弹由火箭军在西部某地区再次进行了试射。根据演习的公开画面显示，我解放军火箭军旅某部在西部地区部署了2枚白色弹体的东风新型弹道导弹。这些导弹有哪些厉害之处呢？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火箭军旅面对敌方复杂的电磁干扰环境和困难的自然条件，采取夜间机动的模式，于早上到达预定发射地点准备发射。指战员接到发射命令时，里面把导弹垂直竖起，进入发射状态，结合侦察的目标输入参数诸元。随着2枚导弹先后发射，呼啸升空，气势磅礴，导弹精确地命中了数百公里外的蓝军军队重要目标。此次演训，东风新型弹道导弹拓展了新型的弹头种类，大大地提高了导弹的综合作战性能。随后有军事专家指出，此次试射的2款新式的短程弹道导弹是东风 15BC 导弹。东风 15BC 型导弹是解放军的东风15改进型之一，具有速度快、威力大、突防能力强等优点。目前东部战区均已装备东风 15B。值得一提的是，东风 15BC 导弹射程有800至900千米，可轻松覆盖东南沿海对面的美日基地。东风系列导弹是中国军队的重磅杀手锏之一，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体系齐全的导弹家族。因为美苏87年签订了中导条约，此条约规定了美苏必须同时的销毁和停止研制新的中程弹道导弹。虽然此条约刚刚作废，但是美苏均已停滞中程弹道导弹和短程弹道导弹研发长达34年，现在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我方则迎头赶上，发展了包括短程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中程弹道导弹、洲际弹道导弹的庞大家族。因此，目前中国在常规弹道导弹这一方面是走在美俄前面的。不过，专家很明确地指出了这次试射的奥秘。此次试射东风15导弹，媒体给出的名称是新型东风导弹。但是众所周知，东风15是一款老式弹道导弹，早在1993年才正式的列装部队，而其改进型东风 15C 更是早在10年前才列装部队。为什么央视会称呼一款服役18年的弹道导弹称为新型导弹？专家从报道提及的一句话发现了奥秘。东风新型弹道导弹拓展了新型的弹头种类，大大地提高了导弹的综合作战性能。由此，专家认为此次东风15导弹的试射可能是老瓶换新酒，其发射的弹头种类相当于以往的常规弹头发生重大变化。此次东风15型弹道导弹携带的新型弹头，根据分析最可能是2种，一种是钻地弹头，一种是电磁脉冲弹头。如果以上猜测真的属实，那么此次试射可以堪称是革命性打击能力创新，可以极大地加强解放军的斩首能力和对敌方通讯链路与电力系统进行毁灭性的打击。为什么这么说呢？请看以下分析。1. 钻地弹头。众所周知，对面的美日军队为了防止对我方发动大规模冲突行动的时候，遭到我方的常规东风系列弹道导弹对其指挥枢纽地区可能进行的精确打击。这些人把相当一部分的弹药库和大型的战斗机堡以及地下的指挥部做了混凝土浇筑和硬性加固，这就造成一个问题：我方的常规巡航导弹和东风导弹是凭借大当量的战斗部对敌目标进行一个彻底的摧毁，但是这些加固后的堡垒都在地下数米到数十米进行构筑，因此我方的常规弹道导弹对敌毁伤效果有限。但是如果采用钻地战斗部后，情况就大大的不同了。钻地弹头的材料为厚壁钨合金，装填高爆炸药，对目标进行超深度钻地打击，直插目标后在内部爆炸。钻地弹头可以击穿60米的钢筋混凝土，对敌致命绝杀。这也就是说，没有它打不穿的地下堡垒。这对美日的地下堡垒和指挥系统是非常具有威慑性的。因为这会使他们认识到，在我导弹的打击之下，他们躲藏的地方没有一处是安全的。2. 电磁脉冲弹头。如果说钻地弹头是靠超强的动能和其出色的钻地能力的话，电磁脉冲弹头则是依靠其强大的技术能力，从外部导致敌方的指挥中枢的瘫痪。
具体的攻击方法是，电磁脉冲弹头在离目标有一定的距离，直接空中起爆的一瞬间，释放高能脉冲波束。这些高能电磁脉冲波束将破坏敌方的雷达、电力系统、通讯系统、指挥系统，基本上可以让美日联军彻底的变成盲人，而且包括其机场的各种战斗机、运输机等全部作战飞机都会沦为废铁，因为电子元件已经被彻底的破坏了。失去了空中掩护和指挥系统和侦察系统的美日联军将受到毁灭性打击，而我军将迅速且彻底的扭转战局。因此，电磁脉冲弹头可以说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杀手锏武器之一。因此，综合以上分析，如果情况属实，那么我火箭军的整体战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尤其是对于其他胆敢对我领土和主权心怀不轨、觊觎已久之国家与势力，将给予极大的打击震慑能力，使其更加的不敢轻举妄动，从而达到我方维护当前局势和平稳定的目的。